好，那么军购总预算，柯文哲说，你只要愿意，民进党同意人工生殖法的我们修法，总预算跟军购，我们就可以通过。哎，民众党现在这不只要6席，排不了8，加到民进党那边去，他就过了嘛。因为这个蓝白的这个多数只是脆弱的多数哦，但是呢，柯文哲说，民进党不愿意啊。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他就是要乱，宁愿让总预算不通过，宁愿让这个军购不通过，来骂我们。哦，说这么简单，代运通过就好了。那另外呢，这个总预算军购，他说我来，柯文哲说我可以来处理。哦，那钟嘉宾说，没有台湾人会接受这种代运换军购，所以民进党很坚持。哦，就说妇女的身体不能够作为交易啊！万一将来有人出钱呢，找人去怀孕呢，怎么办呢？或者怀孕以后对这个孩子有感情的，不愿意这个交还怎么办呢？美国也发生这种事情嘛？哦，所以呢，因为主要是其实这不是党派问题，这是每个政党之间都有赞成跟反对的。它真的是一个每个政党之间有不同，并不是说国民党都赞成，民进党都反对，也不是。民进党里面可能也有反对，但是也有人这个支持的。国民党里面也有支持也有反对的，我想民众党也是了啊。但是柯文哲说呢，要换国防预算，民进党说把人民的安全当政治的筹码哦。那另外呢，柯文哲是不是联合报说是大卖空的政治交易哦？因为呢已经给民进党开出条件了，我们可以和啊，干嘛一定不能和呢？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副主席萧锡陈是说没有关系，因为有些蓝军对于柯文哲最近讲法，比如说蒋万安这个营养午餐是骗选票啦，哦，喝牛奶怎么1个礼拜喝1次，喝了干嘛呢？喝了还吃得下中饭吗？等等。所以呢，这个有些蓝军也不爽，说干嘛放了你出来就讲这些话？那萧锡陈说这是他的策略运用啦，不要负面解读了哦，因为从大局着想呢，还是应该和了哦，小节就算了，他随便乱讲话。那蒋万安就处理很好嘛，虽然柯文哲对很多公共政策都有很多的意见，他就有不同的意见呢啊。那柯文哲今天骂赖清德骂的蛮好的哦，说呢这个赖清德哦，这个是问题是整个不正常运作的最主要的负责人，那他就不正常了怎么办呢啊？那钟嘉宾说柯建铭想要继续连任总召，本来大家认为柯建铭不会连任哦，最近他突然又积极起来，他也要去登记哦。那钟嘉宾说，任何人都可以嘛，都是党团制服嘛，你也不能不准他登记，他的权利嘛。哦，王世坚叫他交棒啊，而且说赖清德也多次恳请柯建铭知所进退，不要再选了啦啊。那另外呢，这个王宏威说柯建铭有私下放话，要继续担任总召，那态度转变姜是老的辣啊，到最后呢还是表态我要继续干啊。那另外呢，柯建铭对他们内部就哀兵姿态，对蓝白也低姿态的斡旋哦，说他可能希望能够促成朝野的合作，因为朝野现在对立很多事情都推不动嘛啊，所以呢认为说只有我老柯才有办法把蓝白绿整合在一起。我们看一下。我那时候跟老柯讲说，给你一个台阶下来，你这个人工生殖法过，你那个总预算军购案，我来处理。柯文哲再报与柯建铭的协商内幕，要用总预算军购特别条例来换取通过人工生殖法。结果民进党不愿意，他就是要乱，奇怪的，为反对而反对。做事不是比较轻松吗？为什么赖清德会觉得吵架比较轻松？此话一出，引爆民进党团立委挞伐，党团书记长陈培瑜批评柯文哲跟民众党团根本是把人民安全当成只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筹码。林月琴也痛批女性身体被拿来瞧跟换，最后才包装成自己在让国家正常运作。你凭什么？购跟总预算都是牵扯到国家要往前走，而且呢，国家安全的这个课题，为什么要来强迫我们女性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修订这个法，那不是叫女性用她子宫来交换你想要的东西吗？我觉得真的荒谬。柯 P 这个快人快语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人工生殖法案代孕解禁的部分，以及执政党他们非常在意的这个总预算案跟军购案，其实都应该要好好有讨论的空间。柯文哲出手跟柯建铭交换条件，民众党再提党版军购特别条例，不但与国民党立场相左，黄国昌或许领导之下的蓝白合作氛围也有微妙变化。未来国会合作到底该听黄国昌的还是柯文哲的？国民党的立场还是一样，希望赖清德总统对谢诺言这么简单的事情都不做，
那么何必用这种方式来去卡现在民进党口中所称非常重要的特别军购的一个条例呢？蓝党团保守回应，还得看接下来民众党如何出招。哎，到底民众党怎样？到底黄国昌说了算还是柯文哲说了算？两个都是太阳，都是发光的，都非常好了哈。事实上，柯文哲事情我讲了两，实际上他有2个重点内幕是重要的。实际上他在讨论这个总预算跟经过案的时候，他是有先讨论，而且是有方法的。我先讲是有经过讨论，而且是有方法。最重要是有什么方法？这个总预算之前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哎，那奇怪，那去年本来有类似被卡住啊，有没有解开？有嘛？去年就是公粮收购被卡住了，对不对？然后原住民的进法补偿被卡住了嘛，后来怎么处理？到立法到行政院去协商啊，每个人白纸黑字写下来啊，说行政院要补啊，要追加预算啊，明年要编啊。”那不就解开了吗？啊，柯文哲当然知道这个啊，所以大家有看到他包括去嘉义帮我补选的时候，他们记者问这一题，他就说：“哎，这个写过预算书的张启凯，我是副总知道。”他说他就把这个方法提出来嘛。所以你说他去提这个总预算能不能解决？有去年的成功经验当然是可以啊，只是民进党不做嘛。然后第二个，你说经过我们之前就已经想好了，我们就是分期。我们那时候参考是什么 ？COVID-19 的时候，他也是先列第一期先列嘛，然后。后来如果有需要再加上去，不允许你所谓的1.25兆嘛。所以今天你看到我们下午开的这个记者会了，我们用的是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的这个资料，3000多亿，每个项目都很清楚哦，包括这个爱马仕到底整个那个飞弹系统82套需要多少钱上线，每一个都清清楚楚列出了30几是这个列出这个3000多亿，然后再给你一个有弹性的818亿，就是说你如果取得国外售出的项目，这个有没有解？我现在多数民众会接受啊，他是准备好了他才开口的。我拿了2个我有准备好的东西去跟民进党讲啊，民进党有做当然最好啊，民进党没做，人民一定是骂民进党嘛，因为有成功的个案有解决方法，既然你不做嘛，然后他要去换什么东西回来。第一个我已经赢了啊，我立于不败之地提出来了啊，我们已经讨论过有方法啊。第二个我们就要人工生殖法，那你能够给最好啊，不给老讲人民也会有一个公断嘛。现在我讲一个最重要的哈。人民可能有某些人在讲说，啊，是不是柯文哲出来以后，然后变成说什么蓝白合变成什么绿白合？他讲的都是民生的法案可在政治上面或者司法上面有所谓绿跟白可以合作的空间吗？他被司法追杀，然后关了1年，然后现在还深陷这个泥淖里面啊！特别是在政治方面，不是只有大罢免的，你看那个民进党在杀民众党那个立委那干部杀得多凶啊，有吗？民生法案、经济民生是彼此都是可以配合，我相信不是只有民众党，不是这个国民党，这个任何的党派都是可以配合的。可是，在政治跟司法上面，老实讲，一定是蓝白合嘛。我们就是执政党太过分了嘛。好，这是我今天讲这个内幕。赖永平，首先呢，我觉得要维系蓝白合在政治上了哈，我觉得第一个国民党自己要加油了，国民党内部的提名整合的速度，还有跟民众党的沟通，我觉得实在是脚步有点慢哦，特别是民进党步步进逼，那这个是国民党自己可以加强的部分。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柯文哲的想法哦，确实跟黄国昌还有张启凯这些立法委员呢，跟国民党在立法院打了这些仗，有同志情谊哦，确实有一点差距。可是他会差距到在政治上面跑去跟了民进党哦，然后跟国民党决裂嘛？我认为也没有办法，因为不但柯文哲本身是被民进党司法迫害的受害者，他如果真的在政治上呢，我们讲那个车的方向实在是摆动的太快速的话，大家一定会去质疑说，你柯文哲是不是要拿绿白合来换你的司法减刑？这个谣言呢，在基层上，我认为对柯文哲并不利哦，所以我相信他再怎么说，任何人他都有一个自保的一个想法，更何况他跟民进党在司法这个事情上斗争了这么长的时间，民进党是可以信赖的吗？是可靠的吗？我们刚才还在讲说川普多不可靠，那赖清德有比川普可信赖吗？可靠一点吗？哦，所以在这些综合来讲的话呢，结论上呢，我是认同齐凯刚才的说法，就是在一些民生议题上面不太涉及到
政治意识形态的分野呢，其实大家可以都有不同意见。其实人工生殖法就是属于这种法。它没有什么政党色彩，也不是什么左右意识形态，什么都不是。它完全是看呢，你站在什么立场，即使都站在女性的立场，也可以说我捍卫女性权益，所以我坚决反对；也有说我捍卫女性权益，所以我坚决赞成的。所以这个人工生殖法呢，是一个分裂的议题，可是这个分裂的议题呢，你没有基础可循，甚至在这里头还有不同的委员，他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哦，那有很强烈宗教信仰的，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观点又会不一样，所以拿这种法案出来做政治操作呢，我必须说，柯文哲会引发这一串讨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法案换不到他的政治角度。没有，我觉得柯文哲主席的确是非常重视人工生殖法。他这个出狱后第一次拜访党团，就是我们以为他要干嘛，结果他从头到尾就是 focus 在人工生殖法。我想对他来说是念兹在兹，所以他这一次呢，我觉得民进党反而是操作过度了，每次都是拿一个什么拿我们的子宫、女人的子宫去换你们军购，他们永远都非常把人家的话都把它简化成类似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点操作过度。我反而是相信陈昭姿委员所提到的，因为这两个对民众党对人工生殖法，相对于民进党对于这个军购案都是同等的重要。那因为同等的重要，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的这个互动讨论来看看该怎么办。说实在的，柯文哲当然也知道，也不是说你跟柯建铭谈好了，你就有办法来说服所有的国民党员或者是如何，没有那么简单。他只是，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民进党永远很喜欢抓到一个把柄，然后就把它扩大解读，然后把它扣在一起，然后这现在就变成你看。我们女性的身体跟这个军购如何，我觉得这是过去惯用的一个伎俩，然后透过他们的大力的一个宣传，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真的要认清一个事实啊。倒是我要提到，哇塞，现在全部是柯文哲、柯建铭，好，柯真说这个3颗来说，对，原来2颗，现在是3颗。我真的觉得柯总召真的是我真的是相信他在2个月前在大罢免就被逼宫完毕沉寂一段时间，我第一次看到他出现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柯真，我跟你讲。总召歪点跟这总召，我讲哦，安尼好，你看我们大家觉得他已经是被到这种程度，还是信誓旦旦告诉你我还会是总召，那个是2个多月前他都已经知道他会是总召了。你看这一次，我就很想看看那个等到下礼拜他们要在选总召的时候，有谁会出来跟我们柯总召、万年总召来做 PK？ 光是有人出来，那个人我们就要给他胆子，就要给他鼓励的。我觉得在目前来说的话，不要以为柯建铭这位姓柯的就已经沉寂，也不要认为我们柯文哲这个人就已经沉寂了，姓柯的韧性是非常强的。好，柯建铭加油，柯文哲加油了。好了，不管柯文哲、柯建铭起来还是下去，柯真是起来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台中市长卢秀燕任满，到底谁来？姐弟之争啊，那杨琼英跟这个江启臣都很优秀哦，但是呢，现在似乎相持不下。卢秀燕今天也急了，他说已经协调一次了，他说再协调一次，不成功就办初选啊。那江启臣说，党中央是不是给一个清楚的时辰嘛？本来他们都希望说过年的时候去拜年啊，什么我也是被提名，现在过年的时候。怎么讲呢？我又不是候选人哦，不是被提名人。杨琼英说：“我静待2次协调。”那协调当然很多方法了。第一个就是把私下做的民调 ，TVBS 啊各种单位来看嘛。哦，那你初选也就是办民调嘛，民调结果会跟这差很远吗？哦，那如果大家愿意就协调了嘛。如果不愿意哦，那这个卢秀燕就是那就办初选吧。那另外呢，这个礼拜新北市李素安跟刘慧然可能可以见面。哦，也不知道摊牌了，就见面看看到底该怎么解决嘛。因为李素安上个礼拜在美国，哦，在美国，所以呢，他现在回来了哦。那侯友宜说不要紧张，大家放心啦，我们常常联系啦，我们老同事啊，四川也好啊，乾隆也好啊，荷兰也好啊，哦，李乾隆是国民党副主席嘛，他说都很熟啊，常常联系啊，互相沟通没有问题的，你们放心好了啊。那另外呢，黄国昌说呢，在高雄愿意跟柯志恩合作，说把民进党候选人拉下来是共识，因为赖日荣呢令人失望哦。那柯志恩说，这个希望在野阵营
在高雄取得更好的成绩哦，所以呢，一定要蓝白合，避免呢这个分裂的话，选票就分散了。我们看一下。2026国民党要派出谁来选台中市长？目前有意参选的国民党立委张启成以及杨琼英，在1月16号进行第1次协调之后，但破局了。传说2月6号才要进行第2次协调，那么张启成也证实这个时间点。不过他也催促能不能快一点。而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也向国民党中央喊话，他说，既然两边坚持不让，如果第2次协调不能成功的话，可能就该尽快举行初选了。那么卢秀燕也强调，8年前他选台中市长的时候，当时初选宣布时间是2月19号，那么跟现在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因此他觉得今年也不应该超过这个时间，否则竞选的时间会太过匆忙。我提一下卢秀燕，他台中市长，台中的大家长，他已经出面协调了。既然协调不成，因为江启臣跟这个杨琼英根据T台的民调都赢何新存了，所以只要国民党提名，基本上会赢了，基本上他认为会赢了。所以到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劝退不太容易。那你说那就初选，可是初选老实讲，初选啊，这个劳民伤财伤感情，可以来一个类初选吧，或者是隐性的初选啊。什么是隐性初选？他讲好了，我们先不要大阵仗的活动。先找一个比较可靠，大家认为可靠的民调公司，也不要讲哪一天他去做，比如说5家做起来平均，这个就给他看了，就给他两兆的人看，大家都有面子，找一个台阶就可以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提名，台中市提名要赶快的，新北市也是如此啦。新北市这个现在看起来李四川高，可是刘荷兰的战斗力很强。我几次碰到刘荷兰这个。要教授的场次，他口才还不错啊。那李世忠不用讲啊，当过新北市的副市长，口才各方面人缘都非常好，这各有千秋了哦。那一样嘛，我们就来一个类民调，私底下我们有党部就赶快做台中市也好，新北市也好，赶快做，赶快提名，否则的话，现在原本是优势哦，拖了也嗨了。我觉得就历年前应该都底定了，不要拖过就历年了。就历年的时候，大家去拜年啊，什么可以以这个候选的身份去，不是拜年，这不讲什么？拜托，初选支持我，这完全不一样嘛，是。可是新北可能就卡了一个，因为国民党就确定完之后，还要跟民众党，特别是跟黄国昌，彼此之间来说还要做。黄国昌2月1号办那个竞选总部成立了。对，所以说这个部分里面，这也是一个蓝白合，目前来说大家都在观看，也是一个指标。当然，除了嘉义市之外，我想新北，因为黄国昌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一个对手，我想这一局当中新北跟高雄都一样，我们都很希望是蓝白能够合作嘛。特别在高雄，柯文哲，你不要看他在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的时候，他所囊括的这个所谓的选票是不容小觑的。那我们也在这个经过在立法院跟很多的议案当中，跟蓝白都彼此都有个很大的一个默契。那当然在地方选举当中，那如果他们能够在市长的选举里面挺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物呢，我们势必在这个市议员的层面当中，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区域当中，大家彼此可以建立一个和这个比较是一个公平的一个机制。那我想这个不是只有地方，中央本身来说，都要从中央开始谈，然后在地方里面来做政策上面这个配合，然后呢比率算出来，这个选区当中我们既有的议员是怎么样，有没有其他的空间？那这个空间彼此之间又怎么样来做？我觉得这个时间要快，只要一快的话，脚步确定之后，我想我们未来的整个的走向会比较明确，而且比较知道大家要如何来配合了。高雄呢？高雄，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跟黄国昌主席坐下来好好谈。所以，诚如我说实在的，我们也很希望柯文哲主席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帮我们一起共同来，不管是为他们民众党的市议员，或者是为我们共同推出来的高雄市长，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我们都希望在这个里面都能够互相来做一个拉抬的动作。因为呢，我们真的还是希望能够唯有蓝白合才有办法，对于这个民进党，特别是新潮流所选出来的这一位候选人，我们才有办法来做一个真的5-5波的抗衡了。你看黄国昌传给我他的竞选总部2月1号要成立了，在新庄成立了2月1号，所以国民党动作也要快了。刚刚志恩讲的没错，你国民党提完了以后，还要跟民众党去整合呢，对啊，对不对？来想，
我先讲这个台中哦，基本上台中为什么现在会急，是因为民进党的候选人早就已经底定，何新纯已经在这个地面作战啊，等等陆战等等都已经在跑了，所以现在当然江启臣跟杨琼英2个人之间的竞争，让卢秀燕会有点心急。但是我觉得国民党不用担心初选啦，因为以民进党来讲，我们在各个县市，你看台南杀得刀刀见骨，到现在你们也还在讨论，但实际上我们初选结束。这个胜负就底定了嘛，像高雄也是一样，就胜负底定，这是民主素养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不用害怕初选，就是透过初选这样民主机制，可以让我们的候选人的产出会更正当性。那看新北哦，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很多场合都会遇到刘荷兰副市长，那刘荷兰真的跑得很认真，我光是这一个假日啊，大概从早到晚，我每一场都遇到他，而我选区非常大，我林口、五股、泰山，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用心，而且很认真在跑。那现在相反的李四川看起来好像比较这个气定神闲，然后他也在忙台北市的这个副市长他的这个市政，所以其实就新北市民来讲，会感觉好像李四川还是都在忙他自己的，还没有把心完全放在新北市。那这样对于他之后投入参选到底有没有利，我觉得所有的选民都会看得非常清楚了。主要因为台北市的这个各种建设在进行，尤其辉达那块地，然后也在处理啊，所以李四川还在忙那个。而且他现在职务是台北市副市长啊，他现在如果说我台北市副市长不做，去新北市竞选也怪怪的哈。不过刘荷兰愿意努力，大家愿意努力，其实都很好了哈，就希望大家都努力了。我就是要就这一点，因为李四川最重要的现在的任务呢，今天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展。今天1月26号，我觉得对新北市的选举也是有意义的，因为今天李四川所主持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就在刚刚不久已经通过辉达案的整个他的提案，而且他的提案呢，大部分也都按照辉达的意思啊，所以表示说这个之后也没有什么争议，只是小部分的让他修正。所以呢，李四川主持完这个会议，辉达就可以动工了啊，他就可以盖了啊。那接下来黄仁勋要来了，黄仁勋要来了啊，蒋万安跟他见面，这件事就了结了。所以这个时刻，李四川已经做了大功劳了。这不仅对台北市的功劳，对北台湾的功劳，对全台湾的功劳，他赶快就去参选新北市长了嘛。那至于呢，刚才我非常认同赵先讲的哦，你一定要在就历年前。那个跟黄国昌的整合可以慢一点，没有关系。可是起码国民党的候选人要出来嘛，在新北市幅员那么辽阔，大家都在拜年，都在发春联，都在发红包的时候，你赶快国民党的提名人也出去露个脸。然后之后呢，火速的来跟黄国昌进行一个友好的初选。其实国民党哪里会害怕初选？其实你现在所谓类初选也是一样做民调嘛，你只是说你正规的那种像民进党那种搞到动辄花上千万办一场造势的场合，国民党没有那么有钱呐。现在钱都被民进党吸走了嘛，对不对？国民党是有钱的，能省，国民党能省则省嘛。党部还被民进党那个党产委员会扣住，每出一笔钱还要党产委员会同意，可怜的要命的这个党，当然希望说赶快民调做一做，你们看一看，那输的人就赶快放弃嘛。这种时候我觉得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我想昨天很多人都看了这个霍诺德91分30秒提前完成攀登101，哇，在上面还自拍。上面风很大哎，你不要以为嘛，那个上面风很大，一般在那边吓死哦。这胆子这个不是常人哦。我觉得一方面要天生，一方面后天练习也非常重要。稍微一出差错就完了哦。所以你看它很简单，看人挑担不是你爬爬看，不要说101爬2层看看哦。那但是卓荣泰我觉得也真的不比，明明这叫做Taipei 101。连转播，我看 Netflix 很多外媒什么都是台北101，它本来就是台北101，台北是怎样呢？也不会怎样啊，就他非要讲说台湾101，所以脸书就被关爆，你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说纽约世贸，我们会讲说美国世贸吗？不会，一定是纽约世贸嘛，对不对？旧金山大桥，你会讲说美国大桥吗？它就是个旧金山大桥嘛。芝加哥也有这个高楼啊，就芝加哥的什么 Tower。
哦，都是这样讲啊，而且本来就是这样称呼的嘛。哦，这非要他讲一个台湾101，意思就是说呢，台北不算哦。那萧美琴的发文说，成功站上台湾101，讲好的，不要讲台北，忘掉台北，没有台北，只有台湾啊。哦，那赖清德也发文感谢，也不提台北啊。哦，也只让101哦，稍微还好一点啊，至少你不要把台北改成台湾，不是不行，但是它基本上它就叫台北101嘛，它是一个地标嘛，哈。那另外呢，蓝营就说，哎，赖清德、卓荣泰格局很小，就称台湾101、台北101又怎样呢？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卓荣泰满脑子是政治算计啊。那另外呢，说这个酸味都飘到101的塔尖上来了，哦，闻到浓浓的酸味。那王世坚就说，你会说法国凯旋门吗？还是巴黎凯旋门？哦，到底会说什么？哦，当然讲巴黎嘛，没有人会说法国。他全世界基本上都是这样。东京铁塔，你会说日本铁塔吗？也不会嘛。啊，那所以呢，国民党就说是搞政治啦。那钟嘉宾就缓颊了，说哎，放心，他怎么讲都没有，他居然是纽约101，大家也知道是台北101啦，国人都分得清楚，不用太介意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贾永杰说呢，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国旗，的确哈，特别有一张照片，刚好在2个国旗中间拍起来，那张照得非常好哈。台北101的确全世界，因为昨天全世界大家都关心了，都在看，因为这个东西掉下来就粉身碎骨啊，所以呢是很小心的哈。那好吧，就是说基本上了哈，这个昨天让大家这个看到了哇，所以我在想，一方面有天生，一方后天的努力，有志者事竟成，你觉得不可能就可以做给你看。那不是昨天这即兴式爬，他之前12年以前就想爬，他这么多年来那个团队做了多少的这个研究，每一层楼在转弯的地方，可能都要去仔细的去研究哦，才有可能了啊。当然，另外我要给那个贾永杰这个鼓励一下，一般大概都不会让他，以前的话是根本不可以让你爬的啦，还抓起来还让你爬，这叫公共危险哦。但是显然观念这几年有很大的改变。哦，就是说以前觉得不对的，现在都觉得对了；以前就是对的，现在可能觉得不对。哦，因为如果保守的话，那个董事会干嘛让人家通过呢？万一摔死怎么办？哎呦，这个101大楼不吉利，全世界都看到摔死一个人，他不会想说成功怎么办，一定想说，一定从负面，尤其公务员，尤其是那种101董事长、董事，他也没什么好处，成功又怎样呢？对不对？他也不会加薪1块钱，那万一死了，还要责任负得可大。哦，所以呢，我觉得贾永杰这个董事长，大家当时觉得年纪轻一个小女生怎么去当董事长？从昨天的表现，我觉得是不错的。他如果反对，根本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看一下。你以为这是 AI 合成照吗？不是哦，抽签上头真的是总统赖清德本人。再发旧照都是因为那个男人霍诺德。看到霍诺德成功登顶，总统感性发文，没想到前总统蔡英文来留言，质问总统的手没冒汗吗？总统随即 po 照回应：我大概只能这么高，大赞霍诺德。只是霍诺德不止让政坛疯狂，连带他攀爬的101似乎也掀起意识形态。尽管总统使用台北101称呼，副总统萧美琴却是用台湾101，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一同。不过看看101的官网，其实就叫台北101，台北101。台北101就是台北101哦，它也是台湾的，但是不用去特别去强调，因为这也凸显出卓院长的突兀跟他的格局的狭小哦。台北101就跟法国的巴黎凯旋门一样，你会称巴黎凯旋门，很少人会去说法国凯旋门，没有吗？毕竟就连外媒报道，像是 CNA 以及 CNN 也都以台北101来称呼。Alex Honnold climbed to the top of the Taipei 101 on Sunday. 但有别王世坚、沈伯洋是替自家官员辩驳。可以看到蓝白的政治人物也都发文，发现原来就是因为 Netflix 上面的不断的都是用台北、台湾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做播报，这个时候对中国来讲一定是非常的不满，因为这是一种禁忌，体育竞技对中国来讲，你就是叫做中华台北。翻成大白话，一切都跟阿共有关啦。我觉得台北101哦，这次能够成功的举行这个活动呢，绝对是一个对台湾还有台北市的人心都相当振奋的部分。但是也不能够不排除说这个例子一开以后呢，未来很多人就想要来挑战。
那你说这个霍诺德他本身确实技术非常的好，他也真的是在这个里面会是一个好手哦。然后 Netflix 有跟他签约，可是未来的标准何在？哦，是没有 Netflix 那个转播，然后就不能够让他来挑战吗？那未来怎么办呢？然后难道这种高危险性的行为，特别是如果国内也有勇者觉得说，有为者亦若是，我也要来挑战，那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后续哦，其实是有它的麻烦的。那当然，现在我看这个我们101的董事长哦，这个贾董事长非常的兴奋了哈。但是呢，你兴奋之余，你做一个这个管理者啊，本身自己很爱冒险啊，然后觉得这次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但是呢，你接下来的后续如果是一次性的我觉得这次我想台北市政府也是这样想，包含蒋万安市长的团队，所以台北市政府也出人出力做了很大的帮忙。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攀登的危险性还是很高。那未来如果前仆后继的国际人士要用这个来给自己这个能力做一个加持，还有其他的人要效法，那到底怎么样处理后续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仔细。他不是阿狗阿猫，我去爬就不让我爬。对，赵大哥，他一定会有一个标准，就是你到过去爬过什么东西，你的记录是什么才有可能。这个标准呢也非常难定。那你当然你可以比照说全部都跟他的标准一样，你甚至要已经爬完了什么才行，而且要定严格。什么这是第一个了？第一个跑完，第二个就不稀奇了。对，全是这么第一个登月球，大家知道阿姆斯壮，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谁？没有人记得是谁了，真的这样。高雄怎样？爬一个什么？85大楼嘛，可是你是101，我们高雄只有85啊，85也很高对，也很高，而且风好大。对，我上去过。对，那个风好大。欢迎，让高雄被全世界看到，但一定要确定。不过我想，没有，我相信，如果是高雄85大楼哈，卓院长一定会讲高雄，好不好？因为是他们执政，一定会讲高。你当选就不讲了。台湾85了。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给永杰一个赞啦，因为永杰是我们这个当年这个主持电视节目这个绕着地球跑的第4代主持人，我是第1代，他是第4代啊。那当初我们做这个节目，本来就是要不断到那个未开发的国家去。所以这样的一个冒险精神啊，当然是完全是存在骨子里的 DNA 啊。我只是觉得这么一个全世界可以看到的部分，为什么这么多的队友、这么多的网友互相在战，到底是如何说蒋万安收割，蒋万安在收割，然后这个101的股权没有任何台北市政府，所以他不应该来收割。所以还好有蒋永杰说谢谢这个蒋市长，我一天到晚都在麻烦你等等之类。那蒋万安也觉得说也没有特别的高调，这就是万安的一个特质嘛。要不是蒋永杰今天站出来透过这个留言来谢谢这个市府，我想到时候这个蒋万早就被一些的网友给黑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有必要如此吗？一个这么样值得大家都一起再去看，还要考虑说，为什么他们这次登上去之后，蓝白的这个政治人物都没有发函来去说如何，是不是因为蒋永杰是我们民进党提名的？这有必要吗？所以我觉得台湾已经对于这个政治分化到连一个大家都只是在看谁能够登底这么励志的，然后台湾被大家看到的时候，下面一群键盘手都还在做这种政治上的攻防，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吧，就好好enjoy这一块光荣的一个时耀嘛。不管是高雄85或是台北101，都是属于台湾的嘛，大家就是好好的来去做这样一个推广嘛，因为真的不用必要。政治攻防的领头羊是卓荣泰啊，真的是太无聊了，他要把101改名啊，真的太无聊了。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连这样一个攀爬这个101大楼，全世界都在瞩目，全世界都替这个台北101这个都注意到了台北101扬名世界的时候，下面都能够吵成这样，你们一般政治人有绿营留言啊骂也算什么？想的就开了，真的是这样，神经大条一点，对不对？没有错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好事啊，对台湾来讲绝对是大事好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对贾永杰当时候被任命101董事长，其实有绿营的立委就私底下跟我讲，奇怪呢，我的长官现在可以任命你蓝金朗来做当署长。别忘了，在 COVID-19 的时候，他主动的捐了一些什么呼吸器啊，呼吸器啊，然后他的东西比政府买的，比陈时中那边买的便宜啊，所以外界就觉得说，他是好像是偏蓝，
我觉得不管偏蓝偏绿，居然在这个位置上，整个让这个公司做得更好。那么别忘了去年度的时候，我记得是元旦吧，它整个的烟火就做得很棒啊。这个来讲的话，而且又很重要的，它这个基本上也都很多是募款了哦。那它的股份在财政部底下的，所以当初我们财政委员会就有民进党的立委对他是打一个很大问号啊。只是看到后面，因为他赖清德支持他，后面他的表现也不错，所以这些疑虑就慢慢没有。那这一次来讲的话，他功劳很大了，这么大的胆子让这个人能够上去，而且最后是成功的，这个一举成名。现在什么？现在绿营的人说要拱他选台北市长，有，我觉得这个转得太快了吧？一个企业经营的，你就可以来叫他选台北市长。因为现在民进党到现在推不出个人嘛，到底要推谁选台北市长？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贾永杰谢欣妮向贾永杰公开道歉，而且不但道歉，还加码支持他选台北市长。他说以前他们不看好贾永杰，现在做得不错啊。就像以前大家不认为这个陈水扁会当台北市长，当选了，后来也没人觉得台北市长他连任落选了，没人认为他会选总统，又当了总统了所以呢，他支持贾永杰选台北市长那另外呢，王世坚说。的确是好人选，王世坚只要不是他，都是好人选。他上一口气提了6个人，现在要加上这个贾永杰那另外呢，那问王世坚呢，他说没意愿，林右昌也说没意愿，没规划，所以呢，2026民进党到底推谁，现在也是头痛王世坚说，我不愿意被咨询，问都不要问我，问都不要问我，根本不愿意被咨询。用郑丽君说，我10年前就讲过了，还是那句话，考古题问来问去，问什么？不选，不选，不选没有人要选所以呢，看不到，现在看起来看不到charge王世坚去选台北市长，不过他选应该蛮有趣的那吴思瑶说，大家很清楚谁是人选意思就是郑丽君了。段宜康也说，大家心里有数看起来呢，这个大家期待郑丽君，但郑丽君再次表态。我专注政策，行政院副院长管全国的事情我不会选举的，就是不会选举的。看一下，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好不好？好不好？端出金句，跨区辅选新人，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化身母鸡来到新北，但就要快接近农历年，绿营北市母鸡不见半个影。王世坚对北市熟悉，和党内距离远，被党内人士视为他能困住蒋万安。我不会被谘商，那我也不愿意被谘商。如果有我们党内的任何的职务要选举的时候，那只要有用得到我时间上允许的话，那我一定来。好久不见的前秘书长林右昌也现身，前一段时间访美取经，接着去以色列，也被视为是台北市长的人选，一枚活旗。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划跟打算。那我也相信民进党党中央还有包括我们的选队会一定会做最完整全盘的一个思考，提出最优秀的一个人选。前一天新系大佬段宜康暗示人选手上有重要任务要先完成，被推测是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但他接受专访再度重申自己出身智库，还是喜欢做政策，比较没有想过选举，始终对为民服务的朋友感到钦佩。我已经应该回答超过10年了，过去我的回答都算数。我是一个做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人。同样看重院长级的声望，卓奎参选也是剧本之一。毕竟他曾向总统表达对朝小野大的局面有词意，或许也能顺势找台阶下。我不会是炮灰，我也不会是豆腐。绿营这张首都王牌怎么出，恐怕让党中央和小鸡们伤透脑筋。那宇翔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其实民进党人才济济啦。你可以看到刚刚坚哥提出来那么多的人选其实我觉得，如果论最后趣味性
跟战斗力。如果王世坚参选这个台北市长，我觉得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尤其是你看到最近他在这个媒体上面曝光，跟蒋万安的一个对垒，甚至于他提出来的任何的话题，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讨论。所以其实我觉得王世坚委员是非常适合的。那也请世坚委员不要再谦虚了，不要再谦让了，就承担吧。我觉得台北市这一局对于王世坚下来站的话，对民进党整体气势会非常的大振。那当然，这个郑丽君副院长也非常的优秀，只是说他现在当然在行政院里面，包括我们这个对美关税的部分，都必须要再持续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国家大事优先。那这个地方，尤其是台北市首都的选举，由王世坚委员来站的话，我觉得会让国民党会有点担忧。七凯。蒋万安实在太强了，你从那个民调看得出来嘛？民调现在最强的确实就是王世坚，还输了大概20%以上吧，其他人都落后非常非常的多了，所以现在变成说到处在拉夫了，就找到一个勉强可以，他们就推上去了。所以江永杰本来表现那么好，也被推上去，郑丽君也被推上去。不过我唯一支持，我认为能够对台湾最有帮助的，就是行政院长周荣泰下去选台北市长。你看他现在台湾整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不附属嘛，对不对？弄到后来他弹劾总统啊。他去选台北市长，那个不附属的问题，他总统那个问题就解开一半了。对。然后他每次你看立法院过的案子，他每次要提复议，复议完你又送大法官。所以如果说这个周荣泰去选，一方面他当过台北市议员，当过立法委员嘛，对不对？本来就台北市就他根据地啊，又当过行政院长，去得很合适，而且解开台湾最大的这个症结哈。那另外，我觉得郑丽君也可以考虑。我知道民进党内部很多人在拱他。有些是真的像这个段宜康是认为他是一个战将，可是有些人就是要他副院长那个位置嘛，也怕他抢行政院长这个位置啊。那郑丽君我倒觉得他去也不错。这段时间民进党把这个台湾模式讲得像神一样，昨天连张善政都出来讲话，张政说台湾模式好不好，光是看2个点就好了。好，第一个这个点我觉得非常特别，他说有多少工程师因为台积电变成半屏山过去之后，或者我们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过去之后，有多少工程师，有多少家庭会跟着去。有影响到台湾多少的这个就业，人才流失有多严重，甚至整个经济规模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本来对这个的先进技术都是有管制的，对不对？如果说像台湾模式这样，就有多少技术会过去？他说光看这2点就好了。我觉得张善政讲话非常有说服力。那郑丽君如果来选台北市长很好，就让台湾模式经过这次选战里面，可以更精确的来做了一个检验。那七凯请教你哦，上次你们民主党还推了黄珊珊，这次民主党会推人选台北市长吗？没有，台北市目前应该是没有人了。这个应该跟黄国昌讲一样，黄国昌说志恩在高雄，你在选嘛，对不对？我们合力把这个民进党的人选拉下来，就是共识嘛，一样。台北市也是一样，把那个就是说不要让民进党去当选。那如果蒋万安已经做得很不错，就让他继续连任了，是吧？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个绿营要提的人，我同意七凯讲的。最适当的人选就是周荣泰，一提上来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啊。你说唯一支持对不对？唯一支持周荣泰，我唯一支持。这个怎么样？他首创钻那个宪政的空隙，钻空隙啊，钻了空子了。我们讲钻了空子，哪里有行政院长不附属的？他不附属是对抗总统权，他不是对抗立法权。他现在拿来对抗立法权，他就跟你钻牛角尖说啊，这个文章这样。哪一个不附属，或者是附属不执行，或者是好了附属要执行的，先送大法官，复议他一定不会过，所以他是行政院长历任里面复议8次最多的一个行政院长。这样的行政长，不管他后面都是赖清德在指挥好了，同样他的一个好像木偶人一样，也都一样啊，就是借这个机会让他离开。郑丽君，你不是把他讲得多神吗？那就给他升行政院长了，就给他升行政院长了，是吧？那这样子的话，他们也摆平了。这个民进党也有了一个行政院长下来选台北市长，这个面势也很大，跟民进党纡尊降贵呢。对，委员你别有居心，士气大振。我个人也投卓仁泰一票啊。不过我觉得我说实在，郑丽君在我当立委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是文化部长，那时候他是非常冷静、非常冷的一个人啊。你跟他根本就是双声带，他讲他的，我讲我的，根本就很难去对焦。以他这种个性来说的话，做政策他很清楚他自己的个性啊。选举里面需要靠亲和，要去跟人家把诺，我觉得他从头到尾不会是这一套的。然后我也不觉得台北市民会接受，所以我还是认为卓仁泰是最好的选择。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是王世坚，因为王世
次间获得非常多蓝营群众的喜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就选战来说，你干嘛把2个所谓很优秀的人放在一个台北市，好不好？台湾还有很多地方去可以让我们的世间去那边 try 一下，不要把好玩的事情都放在台北市，否则的话，王世坚一出来，蓝营会觉得那我该怎么办来做一个抉择？然后呢，好玩的事情都在台北，那谁来关注我们高雄那么无聊的一个选举？特别是我的对手又是一个非常没有存在感的人，所以说呢，还是让卓荣泰去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蒋万安，然后呢，让我们的郑丽君可以扶正，然后呢，我们的世坚就看看哪个地方他可以悠游其他，可以让他游刃有余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都已经在封官授权。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现任的3个立法委员呢，都受不了卓荣泰到。拜托，想尽办法说他只要离开那个位置，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的问题就解套了。说实在的啦，如果从蒋万安的对手这样角度，我站在蒋万安角度，当然卓荣泰比较强啊，卓荣泰很强，大家不要认为说什么他在台北市毕竟有基础嘛。那说实在的，郑丽君跟蒋万安对垒的话，有没有比较好选？我认为真的对蒋万安来讲比较好选。除了郑丽君很冷，是一个激不起民众热情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关税的辩论很理想啊。因为关税的辩论在台湾现在的政治环境里面没有办法好好辩论，很多人都以为说啊，我们从20%降到15%很好，那台积电投资他家的事，台积电的股票还一直涨，股民赚到钱很高兴。可是真的，我们人才的流逝，我们未来的钱，500亿、5000亿美金这么大的钱，2500亿的这个信保基金，这些问题，如果郑丽君来台北市的选战，台北市经济选民这么多，这个议题就可以充分的被讨论，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对台湾的整个经济的未来有一个好好看法。那在这种状况下，甚至台北市现在因为整个市政的成功辉达的部分呢，对于整个台北市的认可呢，我觉得也会更进一步。那当然啦，从民进党的角度，他们可能不会遂行蓝营的心愿，所以呢，来卓荣泰呢，我也是欢迎的。大家都欢迎卓荣泰，民进党会不会真的派卓荣泰来选？不是，所以就是从刚委员们的一个说法，我就可以听出来，就是王世坚是最强人选嘛。所以就他没有推荐谁，民进党就不会用谁。就是他希望是卓荣泰，但是又不希望是王世坚，代表王世坚是最强人选，所以我才会在最一开始就讲，就是说希望世坚委员可以承下这个重责大任，因为台北市确实是需要一个话题性。那但是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新北市也需要被关注了，因为新北市国民党已经执政20年了，对不对？那现在又来了一个川博或者是刘荷兰，感觉2个人都是蛮无聊的。你讲这样子对那个苏巧慧没有很看得起他？不会，我都陪苏巧慧一起啊，对啊，他也很有爆发力啊，有都陪苏巧慧一起啊，对，都有关注他，对，只是说就是新北市需要更多的关注啊，所以黄国昌我也全力支持，张启凯我也全力支持，好像在加一支持我，大家都在乱点鸳鸯谱上，没有，都是有根有据的哦，真的都有根有据的，真的，我觉得卓荣泰的确是他应该来选新北，在台北市，对，可以啊。